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哇，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很久的了 SS86 的威震天，也是碍于现在国外的法律法规嘛，86的威震天做了一个坦克 V， 本身是让便迷挺糟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却因为这一次的设计非常的精彩，玩家可能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点。盒子包装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纸品常规的打开页式的说明书，总说官方的说明书没什么卵用啊，这次再次印证了。我给找找哪一点？第21部的这两格里边，它的所有箭头都画反了。也就是说，它让你把这腰整个的翻转下来，然后把这两个扣子扣上。其实这是一个人变坦克的过程啊，箭头反着画，应该是把这些地方拆开。所以，先来看一下伪装形态吧。哎，该说不说，做工方面还是有进步的。这一次没有什么扣合上面太大的问题，玩具的密合度来说还是不错的。所有的配件也都全部能搭载到身上。不过侧面挂的这个宝剑还是不太爽的，有什么收纳不了的零件往侧面一挂，这是海之宝优良传统了。但是这一回的这把跟擎天柱大战的宝剑，哎，涂装做的还是很细腻的。这把小枪也可以插在坦克的顶上当一个副机枪使。其实看元素来说，长长的消音器以及上方的瞄准性，就缺了后边的一个枪托。我感觉应该也是设计师对于86的坦克 V 不能做枪型的一个怨念的申诉吧。而且你仔细看，这个枪也不是 P38的造型，而是一个很卡通化的科幻枪型。嘿嘿，正经的不管。坦克的样式密合的还是不错的，侧面看这些装甲板以及下方的履带刻画都很漂亮，还做了涂装的分色。但是因为后边这里老威的两条黑腿灰腿吧，就露在这里边，也没有办法让坦克整体保证一个灰色的装甲。另外呢，臂炮也是插在了中间，感觉整个贯通过来的炮塔，怪怪的。还有就是啊，我不知道军迷朋友们感觉这个坦克哪里有没有怪的地方？我咋觉得这个炮塔有点靠前了呢？是吧？而且它转轴的位置在这里啊，所以你转的时候呢，这一块就会凸出来。倒是我想过啊，有没有可能呢，把这一块翻转一下，把这个炮管子反着插，对吧？然后呢，把这两个胳膊倒腾到这面来。然后再拧过来，这样的角度是不是炮塔的位置看起来就正常舒服一点了？但是呢，因为这里边中间有一些插扣啊被撑开了，又没有办法扣合到位，所以，哎，咋想的呢？主要也是把这个变形的肩膀关节和后背的那些聚拢的关节收纳在了更靠居中的位置。我估计后面的配件帮公司应该也会想到这一点吧。两侧的这个履带前方这一块面板包裹的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后方的脚丫子也折叠起来收纳了一下。底盘来看还算整齐，但是前方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空槽。那我们也开始进行变形吧。上边这个我是非法变形啊，先把炮折下来，拆开前方的这一节，这是它后边的背炮，把根部的这个转轴横着90度。后方这里掐那个轴的位置啊，双关节把这一块再封起来。而且这个玩意儿的造型也有点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已经是一个全新设计的，或者说平行宇宙的86威震天了，不是个枪，变坦克怎么都好说。倒是你别插那个炮管，这样放也挺好看的啊，有点像红警里边的那个多功能运兵车。来变形，我们把这块还转过去啊。这中间有非常多段的轴，我们先把它都打开。然后呢，手臂变形，这回是为了符合炮塔的那个圆圆的形状啊，它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换。把这里打开插扣，两块面板左右翻开，然后拳头从里边翻出来，后边的这块板子旋转个180度，再反着锁一下，就变成了老威人形态的喇叭袖。哎，这一块转换其实挺精妙的，你看，就是一个上下转换的一个调换位置，有点东西。其实这个设计师是很有东西的，这个就是纯粹的被题材给限制住了。做一个坦克 V， 还打着86的旗号，你就算把它说，
哎，就说我做一个 IDW 的坦克 V， 其实这设计师应该是挺有2把刷子的，可惜他放在了86线里边当了一个 G1的题材，就怪了。2胳膊我们先变出来，放这，然后2个脚丫子从下边这里抠出2个脚尖儿，这个地方根部的轴还挺硬的，把它折开。上方这里的2个腿板，我们先把这一块撬开，有一个 Z 字的折叠和根部的灰色零件，这儿有一个插扣，让一下，把这块腿板先挪开，再把整个的脚丫子往起翘，先把它往外多翘出来一点，侧面的这一整条打开插扣，往出拉，拉出来以后，从中段的位置这里往下折叠，根部有一个双关节，我们先把它扯松，然后打开这块面板，前边的这个角收进去，再打开这块面板，这边的角收进去，盖上，对着夹一下，卷起来，哎，这个时候再把这里翻上来，这儿有一个插扣啊，进行锁定，让这一块的履带对夹一下，形成喇叭裤的造型。再把这一块卷动折过来，前方的腿板盖下来，脚踝归位，这条腿我们就出来了。老威标志性的这个腿部形状，哎，还原的很好，非常的不错，哇，简直惊为天人。但是吧，这个东西有4层相识。虽然说放在官方的玩具线里边挺惊艳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做的设计，但是玩第三方的朋友们应该也能感受到，曾经 DX9 早期的 DX9 在做一体变形的那个补天式的时候，腿部就是这么设计的，一个意思，大差不差。好。说话间2条腿就是很高效便捷的变完了，而且把那个履带隐藏的很好啊。其实这个的设计手法还是很高级的，相当于使用了里外面的翻转，融会贯通。接下来胸板外边的这一节有一个边儿，我们把它收进去，放下来，这老威的那个胸甲，再把这一块往开折，里边的脑袋翻折出来，扣回去。把胸甲这一块贴合好，下方这里边我们折起来这一块面板，顺着这儿往出掏，这个位置就是我说说明书画反箭头的地方。从坦克变人的时候，你才需要跟这一块结合去扣这2个扣子。前方这一块折起来的板子根部又有一个锁定点，再把它结合。胸部的造型我们现在也就出来了，顺势也可以从胯部这里90度把2条腿放下来。后裙甲往下折叠，再往侧面折叠，变成侧裙甲。腰部拧个180度，好，身形基本上就有了。转到这一侧，哎，往上收，填起来。再把这个肩膀的关节，注意边这儿有一个锁点啊，稍微的让一下，填进去。另外的一边呢，通过根部多段的关节这个转轴，把这一块的凸点让进去。好，这一款的人形基本上我们就有了。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呢？86的威震天嘛，人形你还是要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枪型元素的，所以把这个炮口插在这儿，臂炮插在这儿。哎，一瞬间这个老威那味儿就出来了哦！来一个铁皮快乐角度，我怎么老跟铁皮过不去呢？我爱你妈买麻花情。该说不说，这个人形的味儿还是非常正的，很还原动画片里边老威的一个人的形象。确实，身材比例也比如今那些16:9的压扁的短腿身材要做的好看非常多。我尤其喜欢腿部这一块的曲线刻画，记忆的一些元素还原的很棒，并且360度旋转。你在这款威震天身上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头胶空洞，完全都是在遮盖的范围之内。唯一一个点啊，就是大臂的内侧，只有这里边头胶明显。脚底下的这些都是可以忽视掉的。
这个炮管子做的造型看起来还是有一些怪的。其实很简单的解决方式啊，这儿往下缩短，这儿往前拉长，是吧？做2个伸缩。但是如今的成本控制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手型是从王国的擎天柱继承下来的那个棉手套手，插进去，桩子倒是不短，握的还是挺结实的。大宝剑通过 C 型咬扣直接插进去，握的没问题。同时背后这里还多给你留了几个孔，你也可以把它们全部的背在后背。马桶头的这个造型刻画还不错，G1的这些元素还原的也能到位，但是会莫名的觉得有一些长，有一种拉长的即视感，而且偏扁一点。从侧面这里看，比例有一些失衡。然后胸口的霸天虎 logo， 下方这里的涂装小细节，这一块零件倒是也能发现一些水纹。面板的刻画细节都挺好看的。头部360度旋转，球形的关节，肩膀平举360度旋转，二头肌左右拧，胳膊曲臂能达到大于90度。手刚才咱们看了王国的那个手，腰部左右旋转没有问题，没有弯腰关节，前踢关节是连接在一起的，90度踢平，支撑的稳定性还不错，后踢也完全不干涉。侧抬的话，支撑力度也没有问题。大腿根部左右旋转，膝盖位置大于90度的一个方向，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所以整体来说，这款威震天其实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挺可以的啊。在变形的过程中，你能发现很多的乐趣所在，零件的转换、隐藏收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处理效果。虽然它的伪装形态已经不是我们概念中的那个 P38了，也是碍于美国的法律法规换成了一个坦克的样式，但是人形起码也能做到个8、9分，和动画里边相似了。这一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是要比擎天柱稍微的高一点点，这个也是对的了。而且因为肩膀里边变形的地方有很多的轴嘛，这一块胳膊其实还能做出来像86一样的蝴蝶关节，也是极好的。当时也有玩家在猜测啊，是不是86的老 V 出来这个手臂可以拆下来跟擎天柱进行互换呢？其实不可以啊，这2个地方的连接位点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做工和用料材质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整体把玩下来，我觉得这款老 V， 如果说你抛开这些 G1的情怀因素，放弃了它 P38的一个初始概念，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平行宇宙的 G1坦克 V 来玩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所以可能这也是孩之宝目前想做 G1造型威震天尝试的一种新方案，或者说为了这些美国的法律法规妥协下来的一个新的折中办法。可这样的做法，看着G1动画片长大的这些老粉丝们能不能买账呢？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的86威震天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